把人骨当作商品来卖，你敢想象吗？在印度就萌生了这么一个奇葩产业，据说连政府也管不了，真的有这么夸张吗？这里是知识 TNT。关于印度人骨买卖这个问题，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，那就是印度自有国情在。在印度，每年都有一些人因为债务过多被人强行逼债，最终因忍受不住压力而自杀。光是印度农民每年就有3万人死于自杀。至于小商贩、手工业者、流浪汉、绝望主妇等，也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步入了自杀行列。正因如此，所以印度是全球自杀率最高的一个国家。比如电影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里面就阐述了这个事实，里面2个大学生因为对未来失去希望，一个跳楼，一个上吊。总之，在印度自杀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和中年人的主要死因之一。那印度每年死这么多人都是如何处理的呢？其实印度人有自己的特殊处理渠道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印度除了自杀率全球第一，它还是全球器官移植供应大国。每年印度都会把境内死者的有用器官全部出口到海外，在此期间，那些器官贩卖商会以低价从死者家属那里收购器官，然后高价卖给海外客户，一番交易下来，往往可以赚取几十倍的利润。有些商人为了能把商品卖出最高价，甚至还采用活体运输。啥叫活体运输？就是在那人濒死之际，以最快速度将其送到客户那里，把他身上的器官摘下以后，几分钟就死了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新鲜。当然，在光怪陆离的印度，除了器官买卖以外，还发育出了一个人骨产业。跟器官买卖相比，人骨产业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2001年，印度加尔各答的卫生部门曾接到一个投诉电话，投诉人表示，在当地的墓地和停尸房之间有个破落厂房，里面每天都散发着难闻的气味。接到投诉以后，卫生部门赶紧派工作人员过去查看，这不去不知道，一去吓一跳。他们发现，在厂房里面堆满了人骨，有些人骨还用不明液体泡在玻璃缸中，看起来特别瘆人。此外，在厂房外的空地处还有整整5卡车的人骨，这些人骨已经打包完毕，准备发货。至于买家的话，则来自全球各地，尤其以欧美居多。像这些人骨的来源，刚才也提到过，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那些自杀者的身上。此外，还有像病死的、意外死亡的，都有可能成为人骨工厂的原材料。根据印度有关部门的调查，那些人骨贩子往往会雇人去恒河里捞尸体，毕竟许多印度人都会把死者的尸体扔进恒河里，以便让逝者得到往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捞尸人的业务就越来越广泛了。除了去河里捞尸以外，有些人骨贩子还会去村里进货。因为贫穷，印度的一些人付不起安葬费或火葬费，所以无法给逝者下葬。人骨贩子刚好可以提供一条龙服务，他们会给逝者家属一笔钱，然后帮人家收尸，就跟前面提到的器官贩子一样。当这套业务做得炉火纯青以后，人骨贩子的原材料就不用愁了。说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会问了，印度人对尸体的处理就这么草率吗？有一说一，确实就这么草率。以前印度农村如果死了人，家属可以随意处理，有些家属就会在村里摆个火垛，然后把尸体放在上面烧，一边烧一边吃席，以送逝者最后一程。印度人做这些难道不害怕吗？其实，在印度人的观念中，围观烧尸体是一件有益身心的事儿，因为这样就能吸取逝者的灵魂，让自己活得更长久。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，围观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。在印度，人骨贸易究竟有多夸张？除了去农村收尸以外，有些人骨贩子还会跟火葬场的人串通一气，在那里对尸体进行进货。往往尸体被烧一半的时候，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就会把它拖出来，然后拼拼凑凑，这样又形成一具完整的骨架了。更有甚者，某些丧心病狂的人骨贩子还会雇人去猎杀流浪汉或者乡村留守儿童，以补充货源。也正因如此，所以印度每年的失踪人口才这么多。比如在1985年的时候，印度海关就在某个集装箱里发现了1500具儿童骨骼，可见印度的某些商人早已把人性忘得一干二净。说到这里，可能又有人会问了，这些打包出售的人骨究竟都去了哪里？难道在这个世界上真有人会花大价钱买人骨？
其实人骨的作用多了去了，像那些医院和医学院都需要真实的人骨作为医学标本，这样就能对人体骨骼进行一个更清晰的认知。尤其是一具完整的人体骨骼，堪称医学院的镇院之宝。当然了，由于各大单位都推崇真实人骨，所以这些骨骼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。一般来讲，一具完整的人骨价格可以卖到2000到3000美元不等，贵的可能还得上万美元。除了用作标本以外，像一些艺术家还会把人骨做成饰品用来售卖。比如某国外小伙就开了一个名叫 Jones Boys 的人骨网店，他每天都会利用 TikTok 直播带货，全职卖骨头。这些骨头包括人的头盖骨、肋骨、指骨等，应有尽有，价格从100美元到2000美元不等。如果买家有额外需求的话，他还能对人骨进行雕刻、绘画和喷漆。总之，只要你能提供他们想要的产品，钱根本不是问题。从以上的介绍中也能看出，贫穷才是万恶之源，真正把人变成鬼的无非就是一个穷字。可见什么样的土壤就滋生出什么样的惨状，无论印度人怎样挣扎，最终都逃离不了这个残酷的环境。知识天地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